你要盖社宅，毛起来盖裁员什么的都有啦，但是可以去用更漂亮的方式，让民间的隐形房通通都炸出来哦。不然就直接一点嘛，你要是有闲置的房屋，你没有出租的话就直接判刑嘛。然后政府你还跟我租，那我们就租给你啦，这没关系啊。那你一下子瞬间解决你看你要几万户社会住宅就生得出来，再加上我现在4房好像这数量不太够，好，就积极的去弄那个4房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套房好像太多了，好，那我们先忙别的，套房太少，哪一区的套房太少，都可以动态调整了，而不像社会住宅盖出来盖又要那么久，它提供到市场，从13区盖多久了，它到现在才把它提供呢，这种东西是马上弄马上可以出来的东西。真的，我还是认为在长照这个事情，我们要多多加油因为这个都真的是你我都会去用到的问题那趁着现在有裁员，我们台湾政府好像很有钱，房地合一税抽那么多，然后民间企业都很赚钱，这样把基础建设打一打，弄起来，等到20-30年后，说不定你跟我都用得到。社会住宅3房的租金要2.4万。真的能解决居住问题吗？我说高雄先说结论，政府其实是暗示了不要身强力壮的你去给我申请社宅他才会开这种价钱。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怎么施展灯的魔法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分享高雄社宅盖好了这时候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高雄859户重拾安居，社宅完工，这规模很大那每户租金最便宜4820块钱它的地点在左营海军基地的门口附近，然后现在是高雄已经完工的社会住宅里头户数最多的。我们讲一下它盖了几户859户，这个户数很多对不对？其中1房就1房那高达523，2房232，3房104。来，你看3房数量也是偏少的。然后新闻标题里面讲的每月租金最便宜4820块，是指给弱势族群的租金那你一般人要租的话，还是要看这张表。那像你的收入什么都正常的话，你是要看第4集这边来，你看有没有感觉哪里怪怪的？我帮你标起来有没有看错？社宅的3房房租居然要到24000块。这个价钱这个社会住宅的费用就应该要平易近人嘛。而且你知道吗？你住社宅你不能再申请租补，你知道补上加补就不行啊那所以你说我不是我申请租金，那个房东是无法防御的吗？我现在住社宅我还申请我写下地址不能这样干那所以你要知道社宅真的有比较便宜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为什么它会是这个价钱。我们来看另一个新闻，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简单念一下。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社宅租金是以社宅屋龄加10年作为市场租金的估价条件，所以它也不是用现在的平均租金来给你打折我们刚才才看到说这个价格怎么跟现在行情差不了多少啊。我们也对比一下附近的行情，591我已经帮你找好了来，我们来看附近这几间房子，我们一样都看3房的第一间41坪租24800块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还可以熬嘛，再熬个1000块500块之类的。第二间42坪25000，第三间25坪21000就是屋龄的差距。你那个第一第二间是13年屋。好，那刚才重拾安居是怎么样？39.2坪23520块，是不是没差多少而且这个近24000块，我跟你讲，你不用住在那个左营海军那边你这个已经可以租到左营高铁特区的3房车位了。然后你因为租那边的3房车，你还可以报租补，你知道吗？对啊，别不信，现在就有那就这样。那当然了，社宅是新房子，你可能住起来会比较爽，只要你不乱来的话。社宅是计点机制，然后计点听说很严苛。我在网络上看到比较偏激的那个言论是说，你要享受被监视的生活你门打开到走廊你去丢个垃圾或什么，全程这样拍到底，会觉得说自己好像住在被监控这样就有人不喜欢那个感觉那3年加3年6年，除非你是关怀户，就6年加6年12年嘛，然后可以不被抽中介费就这样就没了。可是你6年以后你出来，你最好那6年里头你存到头期款，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还去单挑6年后的房价，这个有点风险吧你说住社宅
就是可以这样好好存钱。那你个租金行情跟外面差不多，你要存什么钱？你只是住新房子住的比较爽而已啊。那我们就来讨论为什么社宅弄一弄以后它会变成这样。就是说你说它有没有比较便宜？有，是有，但它便宜的幅度又没有好到说我非住不可这样啊。优点就是我刚才讲的，房子新新的，然后那个房东不可以随便涨你房租跟把你赶走就这样啊。它为什么不是说我就丢出一个市价3折然后让年轻人住的真的很有感而且住进来以后可以在那边好好的存钱，或者说我就是收跟市场行情一样的房租然后一模一样，我是社会主义，你给我住进来然后就照收。可是啊，你住满3年的时候，我会一次把一半你的租金就退还给你，强迫储蓄嘛，你就缴给我，就帮你存嘛，因为我叫你自己存，你一定东花西花就把它花掉，3年过去以后一穷二白，我强迫储蓄嘛也没有就是这样。我的判断是第一个原因，它为了避免影响市场的行情，就是社宅如果把租金弄得超级便宜，势必会影响到当地的租金市场，甚至是房地产的价格，那会怎么样就被干了，就被抗议啊。你看光是新建社宅就有人抗议了。你看这篇报道，内湖规划3社宅，居民喊不要来，就这样来，第二个原因，避免吸引力太强。我们还是要回到社宅的目的，要干嘛？照顾相对弱势。我们不是说照顾弱势，我们说相对弱势所以如果你不是弱势的话，你就不要来嘛。我们才会看到说他设计了不同的集聚，然后你的状况越差，他补贴的越多这样。你再看一次我刚刚的那个表，我直接念给你一样是3房，也就是说你那个身强力壮、扣缴平安都好好的你3房你要租到23520块，但如果你是被关怀的，就第1级的话，你最高要付出的租金是11760块。我跟你说，如果那个地方的3房全部都租11760块社会住宅，这就是真的是居住正义、租屋正义，就事实上就不是嘛，就这样。我们换个说法，就是怎样？政府其实就在透过制度在暗示你说，你身强体壮，你就不要来社宅这边挤，你自己去外面租房子，租房子怎样？你可以报租补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去申请，去压低你的租金。那个我社宅我就留给就是政府真的要来照顾的人就这样。因为如果真的有一个什么关怀户的条件有满足，他去住这个住，他只能补贴给他这个关怀，他也只能支付这种等级的租金所以他外面还会租不到房子的未来我猜啦我还没盖好的这些社宅，未来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模式，就是你领一般薪资的人，甚至你的薪资还算有点水准你看看社宅的条件，那你大概就觉得好麻烦，还要抽签，然后好像也没比较便宜然后还要被记点，还要算，我去外面去租房子，我还可以报租补就这样就是政府透过制度，其实已经在明白的告诉你说这个就是我政府我想要你去做的事情。社会住宅留来照顾弱势用的，就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 是自住换屋那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
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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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如果政府靠这一套操作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社宅那跟租补的方式，然后还有抬高房屋税你空租的话你房屋税会很贵嘛，那来让隐形房东都消失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就是比方说隐形房东他就不租了那就形成租屋市场的物件就不足因为物件不足，外面还有人在租，租金就会怎样，然后这些隐形的房东看一看之后发现说现在涨那么多那我报税，我只要愿意出租，我就可以变成房屋税 1.2%， 好像还不错然后他就在释出房源，当然释出的是涨过后的租金，最后受伤的还是谁？还是租客那还是要讲我的看法，我的政策。来，我问你859户的重实安居这样盖下来，这还是国家的地嘞，所以他不用买地的钱你光营造成本，而且听说是用铝合金模板。就邦博邦博他们在灌的时候，最大宗还是木板在灌嘛然后什么我们没的有一个 YouTuber 叫太阳下的男人超硬，那才是男子汉在做的事情他就是板模工板模工 YouTuber 可以去看，超级硬那他就是用这个铝合金模板的，那个重实安居就是用铝合金模板的来做，然后说那个是豪宅规格的营造成本就对了。好，你觉得他盖859户要花掉多少钱？我先说我没有在网络上找到明确的营造成本那可能要到一些特殊单位的那个 PDF 档里面去仔细的捞。但这859户你盖下来你不用10亿对不对？那10亿的话很好用了呢。我之前在我一集 Podcast 我也讲过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其实都很好做，只要改一个做法就好了，就是社会住宅我不是讲从实安居这社会住宅，我是讲说民间的房子的社会住宅怎么做？政府直接把它租下来然后再用他想要的价格去租给外面的人，他又保有弹性，他又不会赔那么多钱，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大钱去盖那些房子。原因是这样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包租代管业者那包租代管业者每次一讲到说那租客未来不缴房租了，那怎么办？那个包租代管总是说那我就帮你赶走他，或者怎样，我们有办法什么的，讲这些当然有人有办法，但你想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厉害是不是多的是就我们听到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来了嘛？所以就造成说我们也不太想去就放给包租代管的业者，我们宁愿自己看599自己花钱，然后自己带看，弄完以后我自己挑了租客嘛，然后我跟他说你去报租部就这样，我宁愿是这样。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租客是我自己挑的好我们都在避免一个什么风险，就烂租客。你房子就甩给包租代管，他为了业绩，我们都听很多了这个是事实所以不是我在黑什么的，反正有租就对了就一直租一直租。然后你后来还听到什么更生人怎么来租我房子，然后说什么没有他很好什么你们讲就不想发生这个情况嘛。
有一招可以直接解掉这个状况，就是政府直接来跟我签约，不要再委托什么业者代办了。反正我的租客是谁？是政府，然后政府自己做二房东去外面租给别人，他每个月都要打钱给我，可是他可能打很少的钱，比方说行情租金的6折，行情租金的7折，但是来跟我签约的人是高雄市政府，我靠，租啊，没关系啊，便宜就便宜啊，我每个月收得到钱就好啊，租约打几年？1年没有啦，我们直接签6年好不好？就这样，没有关系啊。他来做我的二房东，政府直接担责任。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要去租给更生人，然后后面欠房租什么，那是他要去解决，不是我要去解决，然后再给我税务上的优惠，我们就会愿意了。只要政府来做二房东这件事情现在没有啊，就是要隔代办业者，然后什么听了纠纷真的是非常的多。我本来还不信呢，观众一直讲资讯，我讲他的情况，我讲到我现在看到我都毛毛的。Anyway 啊，就是你看政府拿行情的6折来租我的房子，我每个月有6折租金可以拿我拿就拿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房子也不太会整理了。然后政府要整理他就去整理嘛。OK 好，那他拿了6折的租金，他在外面他整理完之后他可以租多少？他可以租行情，对不对？他还赚钱呢。对啊，那你就这样子，像刚刚盖从实安居的要不要10亿？应该要吧那10亿你看看他可以拿到几户房子来做这件事情，愿意跟他签超长的租约，3年签的这种，会只有859户吗？我跟你说不止，而且你套房、2房、3房、4房你通通都拿得到手，你就可以很好的调控。哇，这10亿去弄，少说应该1500户、2000户这个东西都生得出来，他不会赔钱，你知道他用那个6折跟我租，然后他用行情再把它租出去我每个月都有6折租金给他，少是少，可是稳定。我的政府是租客，他不会欠我房租啊。他再转出去的租客欠他钱或者什么，那是他的事啊。对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甘愿了。现在就没有，现在不是这样弄，所以只要改变这个做法，哇，那个市面上的房子会海量的被他拿走，而且他几乎不用花什么钱，对吧？他就跟我租嘛，他可以用行情租啊，有什么关系？他整理过了，或是用行情租，然后叫人家报租补或什么都可以啦。所以我还是认为那个花这么大的手笔去盖社会住宅这件事情怪怪的。我在讲了，我是不同意的。那10亿、20亿多好用啊！现在台湾比较严峻的问题是长照，我个人认为也不像少子化。少子化当然它是一个问题，但是它是慢慢发酵，已经是压在大家肩膀上的一座座大山了呢。长照的问题，你那块土地，从实安居的土地，如果拿来好好规划，可以弄成什么？长照的园区啊，对不对？你家里有老人或者白天你就把他推来或是白天把他送来，他在那边打麻将唱歌，但不能赌博啦你在政府弄的社宅赌博，那就在那边弄，然后让老人愉快或者怎么样需要照顾的人，然后就推过去或是怎么样，你去弄这个东西，然后社会住宅跟谁拿？跟社会拿就这样，我们都愿意就是如果你租客直接是高雄市政府各地的新北市政府跟你租你的房子，我怎么会怕？也不需要花那么大的钱去盖那个从实安居，然后拿个859户，然后又被我们在那边说你看好贵。如果他弄的是一个什么医疗长照大楼就是照顾老人的，减轻大家长照家庭负担的，完美真的完美，还不用花那么多钱就很完美了。而且我在说裁员怎么来，你说弄这个很花钱，裁员是有的好不好？我们现在不是都要缴房地合一税吗？房地合一税的受配单位有2个，一个是卫福部长照归他管呢，卫福部管呢然后一个是内政部社宅归他管呢，国家住都中心。对啊，所以这2件事情是搭得起来的。而且你看一下2024就抽了多少房地合一税，有超过500亿新台币所以你要盖社宅毛起来盖，裁员什么的都有啦，但是可以去用更漂亮的方式，让民间的隐形房东通通炸出来不然就直接一点嘛，你要是有闲置的房屋你没有出租的话就直接判刑嘛然后政府你还跟我租，那我们就租给你啦，这没关系那你一下子瞬间解决，你看你要几万户社会住宅你就生得出来，再加上我现在4房好像这数量不太够，好就积极的去弄那个4房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套房好像太多了，好那我们先忙别的套房太少，哪一区的套房太少都可以动态调整了，而不像社会住宅盖出来盖要那么久，他提供到市场从实安居盖多久了，他到现在他帮他提供这种东西是马上弄马上可以出来的东西
真的，我还是认为在长照长照这个事情，我们要多多加油因为这个都真的是你我都会去用到的问题那趁着现在有裁员，我们台湾政府好像很有钱，房地合一税抽那么多，然后民间企业都很赚钱，这样把基础建设打一打，弄起来，等到20-30年后，说不定你跟我都用得到了。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